好，大家好。我觉得最近心情愉悦吗？怎么会愉悦呢？为什么？我现在升格跟孟晚舟同级了，怎么会愉悦呢？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夸张，超夸张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民进党做不到的。可是其实那时候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啊？究竟为什么？他说我最近1年呢，出国20几次，去大陆的10几次，所以证实我有逃亡之余。这不是更加证明委员没有逃亡的心态吗？你都跑出去20几次，又回来20几次，你不是去了不回来？这个是民进党的逻辑，不是你的逻辑，不是我们一般人的逻辑。对啊，这是民进党的逻辑。我觉得真的，只有我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对，没有他说不出口的。但我觉得赖清德的作为，其实我觉得跟川普有点像，就是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川普至少还有一个心哦，就是说他觉得美国的经济被美国的贸易逆差拖累到了，他想要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至少他的初心是对，只是他是个庸医啊，用的方法是错的。就是我看到病症了，但是我想不到怎么救他。他想了一个怪招，就是关税。他觉得关税一帖药可以吃100病，这给关税，那给关税。他除了关税，因为他没招了。他是关税人啊，他不是说他是关税人。对啊，I'm a Dutchman。对啊，可是我觉得，因为你知道这2个礼拜，有人讲说这2个礼拜是中国的国运大爆发的时期，因为有2场战争，中国胜利了，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关税战，另外一个我们当然也会讨论到就是印巴，因为中国没有参战，但是大家也都觉得中国赢麻了。就是我们先从关税战开始，因为在昨天的时候，中美谈判有这个联合声明出来了。联合声明，我觉得应该跌破大家的眼镜，因为我自己的猜想，我觉得应该50%吧，顶多降到50%，有人说20%，最后结论是10%。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到底是10%，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到底是10%还是30%？我可不可以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你知道现在大家吵翻了耶，既是10%也是30%。薛定谔的关税，对，就是所谓的芬太尼的关税20%。而芬太尼的关税这20%实际上是跟墨西哥连在一起的。墨西哥也是因为芬太尼被课关税啊。对，所以如何去解决芬太尼的问题，我想中国会配合啦。而且我认为这芬太尼只要中国、墨西哥、美国能够达成某种共识，应该也不难达成共识嘛。那很快就会取消掉，就要取消掉。那如果美国不取消掉，中国还可以再反课20%。对。那不是很大的问题啦。可能你没有注意我一开始尤其在中天电视台或者平秀莲节目，因为它是专业的财经节目我就一直开始就肯定的判断，我说第一个，川普的关税战争叫做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有没有我讲过这个话？我有讲过很多次。第二个，我判断这个中国跟美国5月底以前会达成协议，很多都是我乱讲为什么5月底？因为我算给你看我这个人不是用直觉的，我这是一个推论的过程我说美国1月到3月囤了很多货，4月开始实施关税就没货，1月到3月的货大概可以让它撑到4、5、6 3个月的供应链，但是因为货源不济，所以会涨价，然后4、5、6，如果他不在5月底达成协议的话，他来不及6月供货。对，因为中国运到美国的货物，不管你是因为有4大港嘛，青岛、上海、宁波、深圳，就对美国贸易4大港。这4大港的货物出货，光运送的时间至少要20天啊，那你生产时间至少要10天啊，对，这加起来1个月啊。那1个月的话，你如果以6月底断货，你必须5月底要达成协议，要不然的话会产生断货的危机。那断货的危机。那美国共和党的参众议员就不要选举了，对，就挂了。对，那你川普会冒这种险吗？正常来讲不会。不，川普你要注意到他是一个权力的爱好者，他要的是权力，那种权力的感觉。那如果他失去参众两院任何一个院，对不起，他权力就被剥削了。没错，他变成剥压的。他对关税可以胡思乱想，对贸易逆差可以胡说八道。对其他，但是对于权力的掌握，你不用怀疑，他是很清醒的，这一关绝对不能输，很清醒的。任何有碍于共和党继续掌权的事情，
他尽量少做。但是他本来以为他关税战争会让他赢得全面的胜利，然后会使得全世界都臣服于他，那这样共和党声势就会上来。归根究底还是他的权力基础。对，他即使不能够连任，他也希望能够继续做太上皇。对，他的想法如果活久一点，说不定下一届还可以再来。修改宪法嘛，修改宪法在美国修改宪法大概没有个5年10年修不下来。可是他现在不是已经指定2个接班人吗？一个他那个范斯，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的那个什么国务卿，2个都选不上，我跟你担保。我今天就讲2个都选不上。为什么？因为什么？第一个讨人厌嘛。美国总统还画眼线，对不对？对，一个拉丁裔的嘛，古巴裔的嘛，对，要来选上很难嘛。对，所以而且基本上也蛮讨人厌的，这个就喜好度不高了。如果这次关税战争收拾起来，我认为川普最好推贝森特去选总统。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我觉得他看起来的一面比较大，第一个是白人，第二个呢，你会觉得他在关税战里面有手有为，就是所有的人对他有信赖感嘛，不会像其他人胡搞瞎搞嘛，对，讲话基本上有分寸，而且不会讲谎话，对，在众议院，那众议员问他，课关税这个钱到底是美国消费者出还是谁出？他说不敢讲谎话，就跟一直结巴，然后那个议员都快疯了，对，他没办法讲实话，但是他也不能讲谎话嘛，这样支支吾吾嘛。所以有一个有手有为的政治人物。对，是这种被认为可信赖的嘛。你看卢比欧那张嘴巴都根本没有知识，根本胡扯八道他这种人哪能选总统？一定跟那个民主党未来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州长 Newsom 来比，都被比下去了。真的耶，我觉得 Newsom 看起来还比较大气，比较有那种格局。贝森特那个有办法跟 Newsom 竞争确实，不管学历、经历、能力都能够竞争那委员你怎么看这一次的整个中美的联合，而且他有 LGBT，说不定民主党的票又拉了不少。他是 LGBT 吗？是啊。贝森特是？是啊。真的吗？是啊。委员这是让我惊讶了。没有，他有一个男伴侣是纽约州的检察官。但是他很有机会拉到民主党的票。这个现在目前在共和党能接受他嘛？对不对对，各方面条件他都比其他人好这是真的，搞不好就真的是贝森特。对，看他选不选了，我觉得他要选应该还蛮有机会。那委员怎么看这次中美的联合声明？现在有台湾内部呢有2个说法，一个呢是像我这种人，我们都会觉得说，中国大陆这一次其实是胜利的，虽然他是回到跟其他国家跟地方一样10%，但是我认为他是胜利的。那你中国克人家10%，你也不能讲这没道理啊！你也克美国10%不是吗？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大陆没有贵，所以我觉得他是胜利的。我说中国不是胜利了，是赢麻了。委员还更过分了，是赢麻了，我还只是胜利。不是面子里是都赢嘛？面子里，你先说面子。其他国家都跑到华府去，那边拜托下跪请托像东方某小岛不这样子吗？还有东方某小岛北边不是有一个大岛国吗？是这样子吗？可他现在很硬没有0%不要谈。没有，第一天去了不是还在乖乖站在川普的后面拍照吗？对。你要知道，这也是中国不但没有去华府，也没有让他去北京，怎么做？我要到巴黎去开中法高峰会议那我有经过那个瑞士那你顺便有空你来一下。不是那个大陆要去，然后美国说那我也要去，那我刚好在瑞士有空嘛，你就来嘛，那贝老爷第一次离开华府去做关税谈判。对，真的。对啊，真的第一次。对啊，就表示他忧心忡忡。我都算得出来说6月美国会大混乱，他怎么算不出来？他一定知道，就川普那个脑筋有问题。关税冲昏头。贝森特是一个很冷静的人，而且坦白讲，经济学的素养观念都很正确很多人虽然有人练经济学，没有练经济学，没有练经济学的更糟糕有练经济学的，只要是名师指导，也不会乱搞。那贝森特真的是名师指导出来的，学校都念得很好对
那所以他的对关税的理解，一开始不是川普说我扣60%关税，统一不管阿妈扣60%，贝森他说老大这不好，用对等关税比较好。好了，那川普说对等关税，不错啊，就叫纳法罗去算出来乱七八糟的关税，什么64啊，对半是32啦，然后这个把贝森的气昏了，这个你这哪是对等关税啊？那是乱搞关税，乱搞关税啊，那不是被嘲笑了一阵子吗？对，连公式都用错。对，连公式都算错，而且纳法罗是哈佛大学毕业，让我觉得很丢脸，所以不一定名校出来的人。不是，看你念什么哦。他念的是企业经济学，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那个什么企业为什么动机要赞助慈善事业，这是很偏门的啦，很偏门啦。他根本不是学经济学主流，不是学什么货币金融啊，这个国际经济学啊，总体经济学，那不是宏观经济那一种。对，这个已经念宏观经济了嘛，他不是啊，他念那个很偏门的，对，个体微观经济学，他念很偏门的哈。那很偏门的这种人，他一辈子也没有搞过这些总理，所以他一辈子都在商学院教书，他没有在经济系教书，对，然后他写那个什么贸易战争的事，什么跟中国贸易战争，根本就鬼扯淡，乱讲一通。经济学家没有人认为他经济学家，根本乱讲一通，他根本不懂，对吧？那你是写你管理经济学的东西就好，你的车进来知道你不懂嘛，对。可是川普也不懂啊，他看有个人写书啊，他的女婿说在 Amazon 的这个书上看到有人写这个 trade， 我就把他找来了。哇，一听惊为天人，因为他自己也不懂，而且他觉得深得我心。纳法罗就是会吹牛啊，吹牛啊，好吧，吹牛总是会有现出原形的一天嘛，就搞得乱七八糟。所以第一天我就说，川普的关税，那时候纳法罗方案还没出来，对，是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对，我那时候有讲，真的被我料到了。完了，5月底没想到他还忍不到5月底，5月中就投降了，就赶快跑去谈了。所以面子，因为你贝森德跑到瑞士来见何立峰，面子有了。当然，有些大陆网友可能不知道，还有包括 TVB 说，你看，你副总理人家是部长来见你，你们错了。在美国体制上，财政部长比中国的副总理位阶还高。哦，真的吗？为什么？一个是副总，一个是副手的位置。法律规定，他们的财政部长是总统位置第5位继承人。对。你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有这个位阶吗？没有，完全没有啊，对不对？完全没有。第二个，因为他统管的美债、跟美元、跟银行，美国银行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系统。对。美国呢，美债全世界最大债券市场啊。对。那个美元是全世界最广泛的货币啊。没错。他是统管这3样的人，跟其他国家财政部长是不能比的，完全不一样。如果在中国大陆人民币有这种地位的话，那搞不好总理其实管了。应该是会总理自己去管，对不对？对啊，对，要不然副总理自己管嘛。那因为美国没有总理嘛，那美国从立国以来就是以财政部长跟那个国务院总理为2个内阁的重心。对，就是因为有这个刚才讲的美银、美债、美元3大因素嘛。对，对啊，所以你整天讲美元霸权，他是霸权的管理人啊。对，他应该是霸权中的霸权。对啊，所以你知道。所以为什么那个当时鲁特尼克一直很想当财政部长？超不看，那是小事行吗？不行，看样子不太行。还有没有给他当财政部长？他都太完了，那美国就完了。对，美国就完蛋。所以我就觉得面子跟里子，面子讲中国赢麻了嘛？对啊，那里子更不用讲了。这个川普不是说4月2号是美国解放日吗？现在一切回到解放前。真的，现在大家通通都死趴了，一觉回到解放前。那回到解放前了。那你10%，我克你10%，我中国也不吃亏啊。对啊，这没什么吃亏的问题啊。大家都一样，那你芬太尼就跟墨西哥挂钩嘛，好吧？那看老墨怎么办吧。就大家再慢慢看嘛，到底芬太，因为芬太尼其实大陆也有诚意要去解决它。这问题有点复杂了哈，因为大陆是全世界第2大的原料制造基地。对，原料用药制造基地，大陆并没有做芬太尼。但大陆做芬太尼的上游的原料药，对，那是卖给全世界很多制药厂去做成，这个什么止痛剂用的。大概每个人都有这里痛那里痛嘛，会吃止痛剂，那是一种合成的鸦片药。那跟天然的鸦片药没有，就是因为有这种东西产生，
所以金三角重鸦片已经没生意，那就是不需要你了。这个便宜嘛，而且又有效，而且更强，那中国做原料药是提供给美国、墨西哥各大地的药厂，那到底怎么流到这些毒枭手上？跟你讲，中国也不知道，那肯定的啊，中国知道，又不在中国内部做的啊，做成酚酞，你还有一个加工程序，还有一道加工程序，中国并没有这道加工程序啊，对，因为他做原料药是主要以规模，不只也卖给美国，卖全世界。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国家买去做，送到墨西哥去加工，你做成酚酞，你运入美国，那你美国自己要检讨啊，对不对？怎么会变成药物滥用？对，好。那现在美国不是说川普说要把这用药打3折、打8折，有没有？打59%。哎，对，没有。他说最少减30%，最多要减80%。对，讲归讲，不太容易的啦。但我不懂哎，你一下要什么这个，因为酚酞我要课关税，然后一下就说我药品要打折，那他到底要干嘛？我不知道他要干嘛。玄之又玄的秘密。坦白讲哦，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川普是志大才疏用心善良。第一个，他解决美国贸易逆差，你知道中国要是贸易逆差，你说中国国务院总理要不要解决？国家主席要不要解决？要。这么大还是要解决？有这么庞大财政司要不要解决？要解决啊！有这么严重的这个毒品滥用要不要解决？要。有这么大的非法移民要不要解决？通通要解决啊！可是他志大才疏，每个都要解决。然后他每个方法都不知道怎么解决，都瞎解决啊！对，都胡搞瞎搞啊！连那个非法移民呢，都要遣送什么1000万有吗？没有啊，没有。后来其实证实没有。对，没有啊，几万人大概有了。好像其实3月还是4月的时候，大概1万多人而已。所以其实跟他讲的落差非常大。就是说你要解决一个问题，你并没有了解那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你找不到这个问题的治疗药方。所以就蒙着头瞎弄，跟王安石变法一样。对，就我看到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搞。对，王安石变法是看到问题，而且想出方法，可是他忘了一件事，这个方法的处理方式可能是不对的。对，直觉上是对的，可处理上不对。比如说川普讲对啊，我课高关税，哎呀，你们就不会卖给我了，所以你们就乖乖到美国来设厂。对，他的逻辑是这样子嘛？听起来也很合理。不，听起来外行听当然很合理啊。那他在宣传竞选的时候讲给老百姓听，老百姓很合理啊。对。可是专业经济学家会觉得你在讲什么？因为这不是这个问题，不是关税的问题。我不晓得在讲什么啊，对哈。因为专业经济学家会想说，那贸易逆差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国外物品太便宜嘛？对，显然不是啊。那比如说我是专业经济学家出身的，好，那我的判断就会跟别人不一样。我说第一个，这个你美国现在失业率只有4%，你还有劳动力可以做制造业吗？没有。充分就业3%嘛，你省下1%的美国的劳动力总共才1亿5千万人，给劳动力，还有3亿多人口，才1亿5千万劳动力嘛，1%多少？150万，撑不起来。那撑不起来嘛，对不对？你把那个苹果搬回去，能生存吗？不能。对，所以你只要想看。企业如果在美国设制造业基地有钱赚，他为什么不在美国设？就是因为没钱赚，所以他没办法设。对，那为什么会没钱赚？人工太贵，而且很多根本就没有人工。像台积电跑到那边盖，连建筑工人找不到，还到处高价去挖。对，那你台积电挖得起，你其他挖得起吗？挖不起。你台积电只是盖厂就找不到工人，人家是每天都要工人呢。对，建筑工人还算是那种临时工就是做一段时间换别的工作，对不对？换别的建案嘛，对，所以你制造要撑起像，不要讲苹果回去，你知道在中国大陆帮苹果产业链做了有几十万人哦，很多，非常多。你光是那个鸿海在郑州的那个厂就吓死人了。对啊，你美国到哪里找人？到哪里找地？对，到哪里找电？到哪里找水？啊，这都是问题。这个真的是不是只有台湾5缺，美国也5缺。对啊，所以这个。企业家认为不可行的东西，你觉得我课关税就可行，那这太可笑了。对，这太可笑了，对不对？你说好，我关税高到你无法进口，那就干脆不要来往就好了。没错，我去你那边活不了，那就不要做了嘛。不要做，美国经济衰退下去了嘛。这个是根本问题。那你要写美国你要想一件事情，
中国大陆或其他越南各地啊、台湾啊，卖给你的东西很便宜，是撑起你生活水准很重要的因素。没错。对，因为你美国 GDP 人均 GDP 才7万块美金啊，你储蓄率只有4%，你花得很爽啊，你花得很开心啊，这个联邦政府赤字一大堆都无所谓。问题是你美国联邦政府赤字36兆美元，大家可能不知道哦，美国个人跟老百姓光分期付款的负债就是1亿2千万，1兆2千亿美金，这么高哦？对啊，这么高，光分期付款，信用卡分期付款就1兆2千亿，光信用卡还不含其他？不包啊，还不包其他负债。你说这数字多可怕了？哦，对啊，你花得很开心，不是靠着大家卖便宜货给你吗？对。那其他人为什么能够做便宜货卖给你？不纯粹是因为公司便宜而已，规模大。对，规模大卖给你美国做一部分，我卖给其他国家也一样。只要规模经济做起来，我成本就拉低。对，那也同时可以让我的工资慢慢上升，有个空间，你也好，我也好，就是比较利益嘛。那你今天说好高关税啊，不来往，那这也是中国一开始，什么易纲还讲说，哎呀，不要报复啊。中国还有这种人啊。对。中国有些经济学校，坦白讲，我瞧不起。在美国那个二流学校回来，就他们拿着那种二流知识，他们乱撒。像个徐小年，大陆的经济学家徐小年，要讲说什么讲一大堆什么企业家比官员啊还要厉害啊等等啊，讲一些自由经济。那个是他是毕业 Davis， 在我们美国那 Davis 那就是那学校三流学校，真的、啊。那 Davis 那是3流学校，要我请我去念我都不念的了，因为没有好的老师嘛。对，就教出来的学生就是没办法，经济学有点那种师徒制，就是老师在课堂上教你才真学问。对，你看的是文章，那都不是精深学问。没错。像我以前那个 Edmund Phillips 在教我总体经济学，我靠，这个老师嘛，怎么整天就挑我毛病啊？人家得了，后来我一毕业，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厉害，非常厉害，很厉害的角色啊！而且他很谨慎，我只懂这个，我就教这个，其他我不管。他真的教的是让我恍然大悟，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啊！原来是这样子啊！那我台湾教的不是这样子啊，其他学校老师教的就是你教这一套，哎呀，超厉害！因为他一辈子没有别的事，就干这一行。对，所以他就很认真在研究这件事情。就这样，所以他这一行最厉害。可是其他学校没有这种老师啊，所以川普说。22亿美元不给哈佛大学，你川普自己会吞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20亿美元是什么科技合作，对，不是纯粹捐助的，对，不做都不做啊，你也找不到比哈佛大学更好的老师在做啊，真的，这是真的，对啊，对不对？所以哈佛大学都大师级啦。哈佛大学如果再继续下去，这个事件再延续下去，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跟发展？对，会影响到下一代美国的科技发展嘛？哦，这是很严重，那很严重的问题啊。而且我赞成，其实是我也赞成。所以我经常跟大陆的朋友讲，你赶快去美国挖那种大师级的去挖。现在应该很有机会。就比较便宜。对，而且比较便宜，没错。不，这个就是国际的竞争嘛，国家的竞争，我们要找到最好的人才。中国复兴不只要靠自己人才，还搞全世界最好的人才来帮忙。哦，确实。那就华为不是去挖那个俄罗斯什么一个数学天才吗？对。后来不是把4G 变5G 吗？对。他说给他多少薪水，再多钱都够划算。真的耶。对啊。他在5G 的那个叫什么？他的那个智慧财产权的那个量，真的就吓死人了。你要知道学者科学家也是跟稀土一样是稀有元素。对。不晓得多少人才会有一个。对。这是真的。没办法啊！如果你升到了，你赚到了；没升到就算赔了。那就这样了，不然怎么办嘞？对啦，所以我鼓励中国大陆到全世界吸收最优秀的人才。确实。那我有看到这个，其实《纽约时报》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呢，其实这一场的整个关税战，其实是是中国大陆等待已久的一场关税战，因为他其实准备很久了。那这一场关税战一打下去之后呢，大家发现到说，我们刚刚讲了，中国赢麻了。大家觉得说中国理智演绎的面子都赢到了，那反而大家看到的是美国的仓促，也看到美国的实力的下降。委员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一开始我就主张中国要硬刚到底，你知道我的态度，我在每个一定要硬刚到底。为什么硬刚到底？你不用跟他吵架，你就把他当做醉酒的人，随他去撸啊。对，
你就不理他就好了。中国是不理他是对的，也不跟你吵架，也不骂你，你讲什么我也不理你，当我没听到，马耳东风。反正你都已经加到100多%了，也没什么好讲的。没什么好讲啊。但是中国这一次是很好的压力测试，中国一定要有这种跟欧美国家这种 decoupling 这种脱钩锻炼的压力测试。测一次知道中国自己体制哪里有问题，这很重要啊。对，不然哪一天他真的要跟你脱钩锻炼，像对俄罗斯这样子，你不措手不及吗？没错，多来几次有经验就怎么处理。有举个例子，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14%，我如果把这14%分到南美洲个3%，分到东南亚5%，分到欧洲5%，分到其他国家凑一凑，我14%把它分散掉。即使不能分散掉，剩下能不能内销？那如果内销消化不掉，我能不能做企业转型？那让我的失业率压在很低的状况，对，不会因为出口到美国，我失业率造成很大的伤害，我 GDP 产生衰退的现象。这个不是财经官员要做的事吗？没错，这不是你国务院总理要做的事吗？对不对？所以做这个事情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我建议的方向是要一开始我就讲过了不是我今天讲了，开放、松绑、降息，有没有？我一开始讲的三大药方，你不要跟我讲那什么，我现在很烦你吧？中国大陆有一批那种最糟的，中国大陆2批那种经济思想的人，一种是美国式自由经济思想，美国都是对的，对的，像那徐小年就是还有别人那第二个就是那种以前念那个《资本论》那个毛派的左派的经济学，他整天乱讲一通很多拿来问我说你要相信他，我没什么意见。根本就不是念财经的，假装财经专家，像个姓卢的了等等，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搞农业经济什么搞什么社会工作的，他都来谈经济问题，他把社会问题当经济问题，他忘了是先有经济问题才会有社会问题，这顺序是颠倒的。左派经济学最糟糕，就把社会问题当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社会问题不是科学问题对，要先面对这个事实你违背经济学的原理，你大陆上还吃了很多亏文革、大跃进，对不对？什么3面红旗，不吃大亏了吗？对，历史摊开让你吃大亏，你可以做得更好，为什么做这么惨？对，不要老是说那个时代我们也有什么2颗卫星什么还有什么1弹3星跟民生经济没有关系，你民生经济起不来，你就撑不起那个武力嘛。今天从2010几年中国大陆开始搞这个什么中国制造2025，对，搞到今天，没有90%也有70%啦，对，没错，很不错啦。但是除了芯片之外，基本上都达标了。对那什么徐小年整天讲说不要政府不要什么干涉，说你政府不做高铁谁做？对，就很现实问题了，摆明亏钱。但是我不是说中国政府没有做错事，比如我只能批评他2020年怎么会去搞那些打压房地产。我说房地产不是不能打压，新冠疫情都来了，经济都会收缩了，你还去打压房地产？你不自己找死，对不对？对，已经胃不好了，你还这样拉肚子，对，不经一事不长，现在还拿10兆去补，对不对？你不自己找麻烦？因为他现在有了，他现在降息了，然后呢，他现在尽量的开放，只是很慢，他缓慢的开放。他有他的药方，还有慢慢照着做啦。这个就是林毅夫大概看法跟我一样，经济学最重要就是要对症下药，对，要务实处理经济问题。经济学教你就这个道理，不是教你，如果你把经济学当成一种意识形态，你就错了。比如说，我是相信气功的，我不会吃药，我练气功就好，好吧？你练气功也不行。那西医、中医一样都很重要。对啊。所以这个那个什么，为什么喜欢嘲笑中国大陆一些搞经济的人？那我几乎没有去批评过林毅夫，不是因为林毅夫是我学长，我不批评而是人家很务实去处理经济问题，还是真的对的。对，没错。对，没错。你运用经济理论务实的处理中国面对的经济问题，今天美国就是川普不懂，纳森罗是妖僧，鲁特尼克是马屁虫，是还是马屁虫啊？对，那他幸好还有一个贝森特，要不然这一锅端。真的，就你的财经官员都乱七八糟，
他不晓得说经济学的原理是什么，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但有些经济学是有意识形态的，然后意识形态又凌驾于它经济学的客观分析，有没有？有。那这种人不要用。对，一样啊，意识形态有左派有右派啊，那都瞎掰啊，都瞎掰啊，真的啊，比如有一些气功派的医生啊，还有你就吃我的药，但是你一天早上就要练气功，那运动不行啊，有氧舞操不行啊。为什么要练气功？对啊，对啊，所以大陆上至少最近做了几个我非常欣赏。第一个，全面免签证开放。对。所以这个经济学的意义上是什么？资讯流通、资金流通，然后这个所谓的国内物品外贸化。哦，就有点类似跑单帮。就总是会有嘛。我们出去外面总是哎呀，这个不错了不错了，买了一大堆，对不对？对啊，平常在家里都不买。对，但是明明台湾也有，为什么你要跑到这边买？国内商品外贸化。对。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日本不是经常说大陆客气日本啊，什么中药乱买一通，化妆品啊，背马桶，还马桶盖啊，对不对？免治马桶盖，把日本这方面做得很好了。对，中国大陆慢慢越做越好了。没错。那所以这个李强这一招，哇，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好，然后第二个，现在说要答应这个开放，我觉得中国大陆陆陆续续在各种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市场逐步开放是对的。对啊，你在那个为了拉拢那个非洲国家，你在广东不是搞了一堆黑人来吗？对，那个是政治考量。我政治考量对国家也有需要，我们没什么好批评的。但是你要不要想一想看科技人才、专业人才也要吸收更多到中国来。没错。对不对？你不能，有黑人学生来念书，你还找什么漂亮女同学陪他念书？不是有这种故事吗？什么山东大学吗？对不对？有。那你干嘛啦？你就是想办法去主动去拉拢全世界最优秀的专业啦、科学啦、学术界人士到中国来嘛。那中国一定会上好几个阶嘛。对啊。对。而且这次谈判，中国最强的就是说，4月2号以后。我管制的稀土可以开放，4月2号以前不开放。对，厉害在这里。为什么？大家不讲4月2号吗？对啊，解放日嘛，我们回到解放前嘛。对，一觉回到解放前。解放前都算数，解放后不算数嘛。对。OK。所以它其实还是稀土有很多部分是管制的。这4月2号以前管制。它也是针对的是芬太尼的关税，然后他做的一些反制动作嘛。对啊，因为美国撑不住嘛。对。中国大陆这顶多是。压力测试皮肉之痛，美国是伤筋动骨。有这一轮测试有个好处，以后大陆如果要武力统一台湾，其他国家要对大陆进行经济制裁，你就最好自己垫斤两。发现连美国都不行了，你有什么办法制裁？对啊，那大陆这一块只剩下的金融面还没有考验而已啊。那大陆自己要把金融面准备好。那委员你怎么看？因为现在它其实是90天的宽限期，没有啦，93天也不会有啊。委员觉得90天后也不会有。为什么啦？你90天去课重税的话，你债券又跌，股市又跌，又再来一次。那商场上又开始混乱一群。当然有人未雨绸缪，但今天那个长荣股价都涨了，运费都涨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开始货运要开始囤货了，没有囤货，大家怕90天以后没有啊。对，所以就开始要囤这3个月的货，囤一囤，可以希望到圣诞节啊。对，可以撑到圣诞节出货啊，不要圣诞节的时候没有洋娃娃卖，对不对？那你现在种圣诞树来不可能啊，现在种长不出来啊。圣诞树不是中国产的啦，圣诞树是加拿大产的多。所以不是跟中国大陆没有。但是圣诞树上挂的东西就中国产的。那现在还可以，还来得及，就要赶快弄一弄。你总不能挂个光秃秃的圣诞树啊？所以我就觉得90天后关税也不会再回到。不会啦，川普就是权力欲很强的人啊，就不会34，不要说100多了，34。他只要告诉你说圣诞节没货，把他吓死啊，对不对？这对美国来讲绝对不能。对啊，你说哎呀，小朋友只能给他，我5个小朋友只能买2个洋娃娃，他跟你翻脸。大家都觉得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对啊，他想太多了，他想太多。对，美国人也没有1个小孩子有30个洋娃娃，但是
一年给他个新的洋娃娃，在圣诞节不为过嘛，礼品嘛。对，没错。而且不然小朋友就拿个袜子啊，要挂在床头，连袜子都没有。圣诞老人要放东西都不知道去哪放，袜子都中国做的、啊。对，没错。对啊，对啊。所以我认为90天后会谈得很顺。不一定会很顺啦。两方面讨价还价总是会有嘛。可是我你现在你知道这个川普5月12号的时候呢，就他开了一个记者会针对这一次呢中美双方的联合声明，他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他又讲说呢，中国大陆已经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的中国，他认为对中国是个极好的事情，他们也认为对统一和和平是好的。这句话这刺到了很多人台湾的心了。活该啊！为什么是活该？本来活该，戏贺啊，3+1死好啊。为什么？第一个，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说，川普认为中国人觉得开放了中国对中国是好，习近平也是这样想啊，这个李强也这样想啊。对。那现在重点是怎么开放是对的。开放不是跟川普一样客观式解决问题啊，怎么开放的解决问题啊？我通通打开啊，没有，要想一套开放以后的管理的制度，还有开放的程序，开放的优先顺序。不然要你财经官员干什么？就是要去想这一套东西出来嘛。你不要一夜之间全部开放，你是川普啊？就是我全部都一刀切。不过这种事情不会有啊。经济政策最忌讳什么事情简单化。哦，对，要记住，经济问题是一个盘根纠结的问题啊，因为每一个公司、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每一天都会很多人签很多契约。比如说你到一个公司来就职，你要签个1年契约、3年契约，或假设你要待个5年，就大概公司也等于有个潜在的劳动契约。然后下单出口，还有订船位。我现在比如说前段时候我在批评大陆那个大公报，香港大公报，每个人把我骂死了，有没有？现在还有李嘉诚问题吗？那你长和集团有出来发声明，他说在这个国家法规不允许的状态之下，他们也是不会做出交易的。请问什么国家法规？我不知道。对吗？这是告诉你说一切法律解决，你在跟我什么政治解决？我出卖中国人厉害，大公报根本就是混蛋的红卫兵报。我再骂一次，这种祸害中国，这种祸害中国。那不搞不清楚状况，就是经济的问题是很细腻，要去了解，像医生看病一样，问题到底在哪里？我怎么开刀？我怎么给他下药？不是，这道理就是这样子啊，没有那种哇，你卖掉那个就是出卖中国人的利益啊等等。我就告诉你，根本不是那回事嘛。运中国货物经过巴拿马运河，都是运去美国。对，那你要不要买中国货？你现在不买不行啦。对，那你给我控制巴拿马运河有什么意义？对，何况那只是巴拿马运河一个码头。好啊，你要买高价卖你啊，对不对？停靠的船也不是有中国的船啊，对，都是丹麦的船，都是那个瑞士的船，还有法国的船。中国出口的货柜最大宗是法国的达菲公司。你这些问题你都不看。好像以为中国货物出口都一定中国船自己在，有啊，1/3大概有了。对，加2/3别人帮你运了，连长龙都运了不少对，长龙运很多。对啊，那你大公报懂不懂？你根本不懂，根本就是烂货。我也很生气哦。对啊，那种任何毁坏中国利益，然后带动一堆爱国的粉红货，他们激昂的时候，我说你们个垃圾，你们真的就害死中国。你不懂就闭嘴。那你怎么看呢？就是川普为什么讲出一个开放的中国对统一跟和平是有帮助的？因为他心里面觉得你们不要吵，最好统一嘛。他记者会是直觉讲，没有人问他。对，这种叫做心里的话。对，不经意流露的话，因为他没有防卫，就说如果是有记者逼问，你赞不赞同意了，他就会有防卫心。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你意思就是我赞成统一。他赞成统一。是啊，不然怎么讲？我认为这对统一与和平非常有利，和平还摆在后面。对，统一在前面。很多心理学家在谈语言的话，那种不经意流露出来才是真言心里的话。所以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在中美的谈判当中，台湾其实是被谈判的内容？没有，现在还没有，因为核利空不会谈这种问题嘛。那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它会是一个被讨论的一个项目？一定会的
所以台湾要被卖掉了吗？没有什么卖不卖。那你有本事，你跟中国大陆打一仗嘛？不可能啊！我们小编第一个反对。你这么爱台湾，怎么可以反对？你应该牺牲生命啊，不在一起啊，反正你打不赢啊，对不对？我们小编吓死了。不要讲别人了哈，美国的军事杂志那个是什么什么战斗机杂志，我昨天在脸书上贴出来，他说印度是全世界第6强的空军哦，然后大陆是第7强的，巴基斯坦第22强的，对，然后台湾第30强，然后台湾还输巴基斯坦的，还输泰国空军啊。台湾这么弱吗？他不是什么你要打我幻象2000，你不过是个幻想吗？幻象2000是幻想吧？他说你如果想打我幻象2000，你就只能停留在幻想。台湾只剩下嘴巴而已了。对，那嘴巴，你就看看印巴战争这样战争，我用的是中国已经不太用的歼10C耶，真的好，做海航展的时候还被盖着。你是阵风战机耶，如果单纯从客观来讲，阵风战机是赢歼10C赢一大截。对，为什么？因为阵风战机是多功能战机，非常贵，一架大概2.5亿吧。对，2.4亿。什么叫多功能战机？哈，它虽然没有匿踪，但是它有电子作战能力，所以它出现电子频谱就会干扰你雷达追踪跟锁定。它确实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第二个，它具有轰炸机的功能，它的对地陆攻能力很强，它的云母飞弹很强。再来第三个，它能够做什么？做缠斗 ，dog fight。它那个这种转，因为缠斗最重要是拐角的角度很大很大。那飞航的速度又比歼10C大，它大概可以飞到2马赫，歼10大概1马赫多而已。它样样都强，我拳头也强，我肌肉也强，我大腿也强，我头部也大，我动作又快，被打下来了。对，被打下来没有别的原因，不是1比1打，而是中国大陆的共享数据链第一次在战争上出现。美国说它有，北约说它有，那是在 PPT， 没有像大陆有，就是共享数据链。也就是说，这一次是由红旗9号，红旗9号在大陆也不是多先进的防空导弹了，大陆用的都比这更高级了。红旗9号锁定你飞机，因为红旗9号是地面上的雷达站，地面上雷达站电力充足，所以锁定跟扫描可以突破空中的电子作战。电子作战的飞，因为你再怎么强，有个很大缺点，就是我战机带电量是有限的。有限的话，我的电子干扰功能可以干扰其他战斗机，没有办法干扰地面的雷达站，对，很难，不是完全不可以，但真的很难，因为地面雷达站你多少电力，我多少电力都加码给你，因为我电力是拉线的，你电力不是拉线的，对，所以用红旗9号去锁定这个阵风战机，然后阵风战机，那个红旗9号把锁定阵风战机的资讯。用共享数据链传到100公里外的歼10C，歼10C盲射，就是它不开雷达，不开电子信号，直接发射霹雳15，那就打不到嘛。对啊，它怎么导航？好，用更后面的预警机，就是空警500，在那个巴基斯坦叫做 GDK 3号，对，就是空警500，用空警500。来导引霹雳15，直接攻击你阵风战机，快到了差不多10几公里的时候，就由这个霹雳15直接的雷达锁定你打。你阵风战机再快就2马赫，我这个霹雳15 4马赫，你怎么逃得掉？根本跑不赢他，根本跑不赢他，对，不可能。何况你是在100公里内啊，100公里内啊，因为空中作战的导弹呢，不可能太重，所以顶多打个100公里、200公里已经很了不起了。对，要打更长的距离，那个导弹就很长，而且大概只能带1颗啊。那这一次就是说，红旗9号89，然后这个霹雳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歼17啊，歼17做球，对，然后这个预警机有没有？
杀球，然后再来霹雳15直接灌球，你怎么打啊？人家是团队作战，不，这是共享数据链。对，以前我们在看这些军事的资料，就共享数据链可能吗？不像卫星导，后来我们发现卫星导有 time lag。哦，因为你战机是2马赫的，你飞弹4马赫的，你几乎不容许任何 time lag。对，所以一定是现场的传输。那个卫星定位的功能，就是误差就很有限很大，不可能到那么精准。你要击中，速度那么快，2个速度那么快，击中多难的事情啊！很难，非常难。对啊，所以就表示大陆的共享数据链完全没有时差 time lag， 完全没有，还打得中。那以前我们在看说，北约有 Link 20，多厉害多厉害，可以做到这种地步。那台湾买的是 Link 16，对啊，那问题呢？印度也有啊，可是问题因为巴基斯坦买的是整套都是大陆的，就像你买 iPhone 手机，我觉得用苹果电脑自动连线，对，它所以巴基斯坦买了全部大陆的武器，它自动都连线，不用你伤脑筋，而且是用很高档的通信技术去连线，所以这也证明大陆的军用通讯科技是在很多人想象之外。美国说我搞了后，我的 Link 22贵得不得了，动不动几百亿美金啊！对，巴基斯坦赚到，那印度做不到。对，因为因为我们卖武器有个特点，不管中国大陆也一样，卖武器不会给原始码。对，所以你阵风战机是法国做的，可是身上挂的导弹，当那一天是挂了流星导弹，流星导弹也很好导弹啊，空对空导弹是流星导弹啊。然后是英国做的，然后预警机是以色列做的，对，然后这个地面防空导弹是俄罗斯做的，百家军啊，那全部不能互联，对，变成你每一个都单独做单兵作战，那你不挨打吗？就完全靠人去控制它，所以你这个阵风就很冤枉，他以为是被地面锁定，结果没想到从旁边打来，对。你等到你看到已经来不及了，不可能来及，你根本没有感觉，你看不到了，都没有感觉，没有感觉被打挂了。为什么？因为监视器根本没有开雷达，你根本不知道监视器在啊。飞机如果不开雷达，你就没有，你要扫它，又只100公里外，你根本找不到人。对，因为你再好的飞机上再好的雷达，扫描的距离都是有限，因为它电力有限。对，所以光这一套。中国大陆说扬名立万啊，立刻大家帮他刷火箭。所以我经常开玩笑，巴基斯坦是帮中国大陆军武工业直播带货，现场表演给你看。真的，从来没有人看过。对啊，我们以前说共享数据链，美国说有也没看过啊。那台湾说买了歼16，可是台湾很现实了，幻象2000跟 IDF 不能连线，这2个又跟 F16不能连线，又不完全不一样，对，完全不同系统。那 F16 可能可以跟爱国者导弹连线，可是这个幻象2000跟 IDF 不能跟爱国者导弹连线。那我们可以跟什么连线？我们可以撞墙，跟撞墙连线。这个台湾根本完全没有办法，毫无招架之力。所以委员你怎么看呢？这印巴这一次的冲突，其实大家会对于过去大家会觉得法国的武器很厉害，以色列的武器很厉害，美国武器很厉害。这一次的冲突会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其实你再厉害，没有大陆的武器这么厉害？不应该这么讲武器的厉害，如果从单一武器来定义，平常心讲，法国武器真的很厉害。但如果从体系化的作战，那就不一定了。像一个发球，一个做球，一个杀球，一个推进去，就像有篮球比赛有没有传球传来传去，啪嚓谁站进你不知道。对。你不知道这会传到哪里去？对，那有这套系统，超厉害的，你怎么跟他打？对，你没办法跟他打对不对？你说好吧，那个什么篮球再厉害的人，人家比你会接球，而且是传球比你还厉害，你怎么跟他打？对，所以军武科技是2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每样武器都还很好，但是我如果没有一样武器，如果我的体系化作战的能力比你强，我也可以赢麻你这也是在证明这个事我不用最好的一个武器拿出来比，阵风战机当然档次，歼十机
大概顶多就是4代战机，你阵风是4代半呢，这样被打挂了3、4架，你怎么解释？对，就表示说你单边作战已经时代已经过去了嘛。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哈，这武器的革新哈，是有一种会有革命性的改变。比如说俄乌战争，美国说我海马斯我好厉害，海马斯很厉害啊，单边很厉害啊，没错，我爱国者导弹很厉害，我这个什么艾布兰战车很厉害，我什么豹二战车很厉害，那是真的很厉害。我不否认，如果一辆战车对一辆战车来打的话，它是很厉害。可现在不是这样打，现在俄罗斯怎么打？用无人机，一看到你有海马斯在那边，对，马上把定位3D 定位传回去，然后炮兵就根据这3D 定位直接就来了。你再厉害的海马斯，再贵海马斯，马上泡汤啊！前后时间1分钟，那很快很快啊。然后更扯的，它这个无人机上面挂的3D 定位是在淘宝买的，1500块人民币一个，那是大陆的摄影爱好者在用的啊，这样子就可以用。对啊，我觉得大陆的那些很多民营企业真的很厉害。不是啊，它本来是给摄影师用的。比如说，好，我飞到什么大峡谷啦，飞到那个什么中国什么甘肃青藏高原啊，那飞，我这里是哪里哈？我要带一个更大照相机来拍，对，我要不要定位？要，因为我这小型飞机、小型无人机大概带不了太重的摄影器材嘛。好，定位好了以后传回去，另外一部无人机大了，就携带很大的摄影镜头就来了。来了，我根本想都不想，我照那个定位拍就到了。对，还有大陆上的救灾也一样啊。你就讲了这个在哪里有一个人压在哪里，讲个老半天不用讲了，讲不清楚啊。飞机啪嚓定位，啪3D 定位连高度都定位出来，啪嚓传回去，下一个人就凭了无人机就找到人了。所以什么最近大陆的救灾很厉害，很快，就是没有别的，靠1500块的3D 定位，对啊，那你怎么跟他打？真的，你怎么跟他打？对啊，他很便宜啊，你一部海马斯多贵啊，那被打挂了。对，所以那个美国人我给你没多久，你们给我打光了。对，没有别的啊，而且俄罗斯很夸张啊，他的炮弹很便宜，而且都苏联时代做的。我销库存。是啊，你是没办法跟他打啦，这个输赢已经太明显了嘛。大陆就有这个优势啊。所以我觉得那你怎么看？因为印巴冲突之后，就前面我们刚刚讲的关税战，这个我们都觉得中国赢麻了。印巴冲突之后，大家觉得中国的武器赢麻了。那这样叠加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台海之间。有没有可能美国会觉得叠加这2个原因以后，他可能大陆我可能对付不了他，台湾我也没办法保卫。没有啊，他保卫台湾对他已经没有收入，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了。可以叫台湾继续买武器啊？不是啊，买武器你要未来负担多大的风险？所以你大陆如果对台湾开打的话，你美国要不要来？不能来啊，不能来，光台湾打不赢解放军啊，打不赢啊，肯定打不赢啊。对啊，对，这是白牺牲的。对，比乌克兰还快，比乌克兰还惨，是这样子啊。我跟你这样讲，黑熊会很难过，比乌克兰还快，比乌克兰还惨。事实上是如此啊。这是军事科技差距太远，军事力量，你现在不只是力量，力量就讲数量，讲质量，那科技是讲档次，对不对？那就不一样啦。就我一个民营的这个定位系统，我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何况是军力啊，那更不用讲，比如说大陆有卖给巴基斯坦的采风，好像1B 还多少，采风1B 的那个，所谓的什么插打一体的，他现在带的都是 HD-1A 的空对地导弹，我们叫陆攻导弹，就是公路的陆攻导弹。空对地的这个导弹，你知道吗？最近很多新闻都报错，说保利集团的，保利集团是国营军工集团嘛，不是保利集团的，不是保利集团的。HD 是宏大的意思，大家看到宏大的意思。那为什么会被误会保利集团？因为保利集团曾经拿他的这一款飞弹在展览会里面去展览，在航空展览，所以很多人以为是保利集团的，其实是广东宏大矿业公司生产的。矿业公司生产的，这听起来是挖矿的，是挖矿的。
那他们因为对炸药很懂，因为挖矿要用炸药，对，很懂，你要炸山啊什么的，他们就找一批航空专家来研究一种，他们最早期是说，我要因为有时候荒郊野外，你要弄炸弹很麻烦，比如我炸这个矿坑，我如何在同一个洞里面很准确的把它丢进去？那很难呢。是啊，那研究要把它丢进，后来想想，那我用飞弹可不可以？好像也可以。那是找人去研究飞弹，所以就研究了宏大1号陆空对地导弹。现在采缝 EB 全部带这个，又便宜又精准，爆炸力又大，所以它的转型变成武器工业啊。对。解放军用的结果，超好用的哈！对啊，真的又便宜又好用，又便宜又好用啊！那解放军想说，我预算也不太够啊，那我就买这个好，又便宜又好用。对啊，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除了霹雳15比较贵 ，HD-1A 比较便宜，所以这一次不是有传说 S-400俄罗斯被打光了吗？对，被打掉了一座基地吗？那现在还没有被证实啊，但是以消息看起来是枭龙战机携带 SD 陆攻导弹，因为霹雳导弹是空对空导弹，没办法打地。你知道飞弹呢，打空中目标的设计跟打地的设计跟打船舰的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像鹰击是打舰的，你说同时都具备了，那已经变得很笨重。对对，所以 SD 是个陆攻导弹。据传我没办法证实啊，新闻上有说，但是没有被美国、法国、俄罗斯或者是印度证实。它是用枭龙战机飞到快接近边界，发射 HD-1A 导弹，就是广东宏大集团矿业集团生产的 HD-1A 导弹，击中了那个 S-400的那个雷射车。不，你防空导弹再厉害，雷射车被打掉就没用了。对，就没用了，天空装被打掉了。我是明年导弹，我把你的防空系统打掉了。对啊，你怎么觉得它超音速导弹了？这到底要怎么跟中国大陆打？你关税又没办法跟他打，科技大家打的有来有回。对啊，然后军事，人家现在这个系统，巴基斯坦跟印度打了30次，从来没有赢过，这一次赢麻了，22赢的第6名。所以巴基斯坦的股票就发疯了，一天涨1万多点。真的，一天就涨了1万，大家都觉得巴基斯坦站起来。对啊，你看，那巴基斯坦国会议长第2天一开会就说，第一句话说：“我感谢中国。”然后中国好像不怪台积，那没有我的事，从上到下是好朋友的，从上到下没有人吭声，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习近平一句话都不讲真的。对，印巴完全没讲。李强也好，王毅也没有人讲过任何一句话，大有一种。那不是人，不是我杀，你们退掉。我只是给你武器，我只卖你武器而已，我没有做任何事情。对，我负责卖刀子，杀人不干我的事。对，你可以好好用它嘛。你要买也可以，你要买也可以。没错，所以未来大陆的武器应该很好卖。实战经验是武器最重要的买卖的依据。那大陆不是把歼10C送到埃及去吗？埃及他们挑三拣四，还要求杀价。我看这次他再不定的话，已经被抢光了。可能那个沙烏地阿拉伯就说：“我来，你不要我给我。”不是，这种东西很适合我们叫做比较穷的国家买啦，拉丁美洲啊，什么很多国家要战机的话，就不要买那个美国、英国、法国、瑞典那个又贵啊，又维修成本又高，对不对？真的很高。对啊，那说中国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买呢？对不对？而且何况我又不是要应付大规模的战争，像印巴战争这不算是大规模战争，就已经打成这样子了。大规模战争那个更得了啊！那是真的，对不对？那我觉得最后一点点时间，你怎么看俄乌冲突？因为现在好像已经要进入了停战的谈判的状态了，而且泽连斯基可能要跟普京见面了，你怎么看？不会吗？不会，泽连斯基要跟普京见面，普京我认为不会跟他见面。普京你跟泽连斯基见面，就确立了泽连斯基的合法地位。因为其实现在对普京来讲你是非法，因为你们没有选举。对。可是他们不见面怎么谈停火？没有啊，我派代表就好了。有可能停火吗？俄乌之间？除非你乌克兰要签城下之盟，就是一切回到了2020年
在伊斯坦堡达成的协议草案，当时已经达成协议草案，然后拿回去被泽伦斯基、拜登跟那个英国首相江森给推翻掉。江森的吹大牛，骗了乌克兰，你不要钱，我给你钱，我给你武器，我给你人，就什么都没有。江森自己后来鼻子摸一摸下台，他也下来了，乌克兰被骗了。可是普丁现在，俄罗斯现在占了更大片的领土，对啊，他可以接受，就是当然不可能啊。所以他2020年的伊斯坦堡为基础往上垫嘛，再往上垫。就俄罗斯立场来讲，你就回到2020年谈判的结果，我就往上垫，就这么简单。就是我现在得到的实际占领的这个土地范围，往上垫，对啊。你同不同意？不同意随你啊，继续打啊。可是川普已经快受不了，他已经受不了快受不了是啊，那你去压着乌克兰来签嘛。所以我就觉得有没有机会乌克兰俄乌冲突会结束？一样啊，他如果说同意两岸统一的话，哈，不干涉，那要不然就是你川普压着台湾谈，帮台湾谈个好条件，那要不然就是大陆拔刀处理两件事情嘛。所以哪怕今天川普已经讲了，对和平跟对统一跟和平有帮助，两岸最后走的方向还是武力统一，不会是所谓的和平统一。不可能，因为台湾有太多台籍日本兵的后代了嘛。我一直解释给很多人听哈，他自己不晓得生活在台湾，不晓得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文化最早只有原住民的文化，我们是其余人，然后我们是其余人，我们是其余人，是楚语，最早是原住民文化，但人口不多，当时大概平埔族原住民大概只有3万人，然后6万人，然后那个高山原住民大概14万，加起来大概20万，对，这么这个人口是原住民文化。然后我们加上比较早来，我们1621年来，我们来的那时候好像全台湾汉族人口才1500个到2000个人而已我们就来开垦嘛那时候在荷兰的武力保护底下来开垦我们刚开始来也没有荷兰武力保护嘛后来慢慢开垦。那荷兰人来了以后，他花了10年统一台湾，各原住民村社都向他投降，他用战争武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证明第一次是麻豆战争开始，武力统一。所以武力决定政权，第二次郑成功来了，带来大量的汉民族，对，汉民族第一次大的，再来到了康熙来了，更多，那所以变成说在基层底层里面有原住民文化，但对汉人影响不大，然后再来汉人口增加以后，变成台湾社会是中国文化，你说中华文化也可以，你说中国文化也可以，因为英文都同样一个嘛 ，Chinese culture。到清朝等于是将近数百年200快300年时间都是中国文化为主体，然后到了这个日本来的时候，想要植入日本文化还是发生一些困难。后来他们后来到1930几年开始皇民化，他们为了要培育台籍日本兵，就告诉台湾人你不是中国人，对，不然怎么去杀中国人？对。到南洋去杀华侨，对，到大陆去杀中国人。当时的台湾人都是非常凶残的台籍日本兵，还被欧美媒体称作 Formosa God。然后担任的是说军属跟军夫跟军人都有，因为日本的分类是这样：军人1阶，军马第2级，军权第3级，然后军属第4级，然后军夫是杂役，对，比如像杂役也要拿枪。杂役要负责运送弹药，军夫要负责运送弹药，在战场上运送弹药很危险的嘛，要搬辎重，要搬伤患，都是这些台湾人在做对，那也要拿枪，还要上战场，因为你要守阵地，你不必攻，但你要守阵地，所以台湾人伤亡的比例也是蛮高的。没错，对。可是他们心中已经被训练成我是日本贱民，我不是中国人，贱民是我家的。事实上是日本人不认为你是日本人，你自己认为你是日本人，你不是贱民是什么？对，日本人一直都不觉得台湾人是日本人，所以当时很多台湾人觉得我是日本人，错了，你是日本贱民。对，跟那个印度那手陀螺以下的贱民是一样。没错，对，好，那这台籍日本兵呢，当时有20万，什么意思？当时整个那个台湾的年轻人口大概20岁到18岁到35岁这年龄，大概顶多60万。就20万人被抓来当兵，1/3，所以台籍日本兵在台湾的社会影响力就很大。那后来国民党来了，台籍日本兵，国民党蒋介石原谅这些人，
以德报怨，所以台籍日本兵的由战败国变战胜国。然后，所以台湾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最大的原因不是什么民进党啊，不是什么教育，不是什么课本，就是国民党势力衰微以后，蒋介石所带来的中国化的元素也退潮。对，蒋介石那个中国化的元素不是共产党那一套，所以退潮之后，台籍日本兵的文化就浮上台面。对，浮上台面就是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的一部分，我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观念就出来了。对。出来，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武力统一。对，合同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你解决不了这些人。那委员，最后一个问题，现在的状况，中美已经这个联合声明发出来了，黄金还会涨吗？不会，黄金不会涨了吗？不，我说会涨到3500嘛。可现在下来了。昨天我跟所有节目讲说会至少涨到3500，那 Morgan Stanley 说会涨到4000嘛，我说我看不到4000，我看到3500，那果然到3500就回档。那也不会跌破3000，如果跌破3000，大家就勇敢去买。那为什么会跌了？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你知道，投资债券跟投资黄金同样一些投资机构，所以投资债券赔了钱，他必须要卖黄金去补，因为黄金赚钱，债券赔钱。对，所以卖黄金补，现在还没补完，所以一卖的话就从3500跌下来。那他们都是3000以下买的。对。所以这些投资机构还没有卖完，就补亏损。可能卖到6月底，因为6月财报出来，对，还要赶快把亏损补掉。对，补掉啊，他不会很积极卖，他4月补一次嘛，4月亏损嘛，对，财报出来，5月补一次，6月半年报嘛，这财务报表半年报要出来嘛，所以大概会卖到6月底，所以会慢慢怎么3000、3500它飘来飘去，大概会混到至少到6月底。那第一个原因跌的原因在这里，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战争没了。那原来中东啊、欧洲啦，为了地缘政治要去买黄金的需求就衰退了，就没了，就需求就衰退，所以买的力道衰退了，卖的力道增强了，它当然会跌嘛。所以我还是一样觉得3000块有撑，但是顶多就到3500了。对，大概这个样子。那长线我还是看好，主要原因是各个中央银行在去美元化。对。有人讲说人民币啊取代美元，我说不会，为什么不会？你人民银行蹲了一大堆美元，你告诉我你去美元化不好笑？给他一点时间嘛，委员，给他一点时间，他在改了，等他一点时间。你跟他求饶是吧？他只能让我骂出来，他不怕我骂的。对，我也感觉得到。感谢委员今天来野里会客制作帮我们做很多精彩分析。有一个飞过海的长望面说非常感谢邀请蔡委员来做嘉宾哦，大陆人来抖一个，他非常支持委员，感谢委员，谢谢。那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到这边结束了，拜拜。